讨厌。今天刚好遇上冈山1个月1次的金桥朝市，这个市集是每个月第1个星期天举办。我们先到冈山车站前搭路面电车前往，跟着指示牌前进，过个马路就到路面电车的站牌了。从右边红色的东山线月台搭车，班次非常多，不用等太久。在 H06C 大士町站下车，跟着电车的方向左转往前走一小段路到金桥，就到今天第1个目的地咯。走，来去看看这个热闹的市集。金桥朝市从平成元年开办以来，至今已有30多个年头，一早就人声鼎沸，可见多有人气。到处都有下一次举办日期的提醒。除了有许多摊商外，也有一起举办其他活动。早上5点开始，约10点结束。一来就闻到满满烤肉香气。看到有人排队，我也不客气了。你看啊，小心！一早就吃烤肉，超级豪迈的，高雅的肉香让我一度怀疑是牛肉。猪肉，牛肉，咬不动。肉汁非常丰富饱满，烤得恰到好处，非常好吃。店家大部分都是在卖食物。有一家现做的炸鱼板店，也是满满排队人潮。超喜欢日本的炸鱼板，你买你喜欢的，也跟着买一些。完全是在地人在逛，几乎没有看到外国游客，人气满满满。河边还有独木舟的活动。冈山县警察也来这边与居民互动博感情，人生第1次被请上警车，还是日本的警车。旁边看到阿嬷在卖白桃果汁，当然来一杯试试。这个超级好喝，让我惊讶到一度反应不过来。很好喝哎，
水蜜桃。就像整颗新鲜水蜜桃直接打成果汁。你要淋吗？天气超好，卖冰的摊位聚满了小朋友，也来感受一下日本道地的夏日冰品。付完钱拿到一杯满满的清冰。接下来就是五彩的色素糖浆时间了。还要带一个收藏。不同颜色，不同口味。这颜色好艳。每个颜色上好上满。变成彩虹冰了。蓝色的。其实我分不太出来每种口味的差别。有，它有味道啊，很奇妙。哇，好甜哦！吃不出来。大家都长得很像。桃子也吃吃看。这个我有兴趣。新鳗与鸭胸口味的竹叶饭，各买一个，中午当午餐。蟹子跟河鸭。除了河边步道，堤岸上也有很多商家。看到有人排队，你懂。当午餐。又发现卖白桃果汁了，真的念念不忘刚刚那杯，再买一杯来喝。这个颜色不太一样，它是爱心的吸感，跟那个完全不一样。感觉不一样。不一样。这个很像罐头桃子打成汁的味道，刚刚的比较好喝。沿着路往前走，摊商会越来越少。走一小段路就会看到冈山城咯，已经看得到冈山城了。没有很远，散步一下子就到冈山城的入口了。牌子写着乌城公园，因为冈山城的别名也称为乌城。进去看看。到赌城前有个休息站，除了可以坐下来休息，里面还有一些关于冈山城的城郭资讯。为什么床在这里？
经过不明门就是天守阁了。冈山城之所以叫乌城，看外观就知道了。乌妈妈的外墙很特别，入场参观费用每人400日元。5点半。进来第一件事当然是找纪念章。主城里面是个博物馆，首先是关于冈山城的介绍。整个城郭的比例缩小模型。建物的文物，这个是那个屋檐旁边那个。然后我们就先直达最高的天守罗，比想象中还小的一个天守。这座城比较小，所以没有很高，看得也没很远。金色的虎眸很帅。那个开心农场。可以看到护城河上有小船，不愧是桃太郎的故乡，小船竟然有桃子造型，超有梗。这里也可以看到旁边的冈山后乐园。后乐园里面似乎还有开心农场呢。离开天守，下层看历史简介与文物。展区里面有关于城的历史介绍，历任城主与其历史定位还有人际关系，还有不少刀器与铠甲的文物展出。书籍账本也不少，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看。城主房间的等比缩小复刻。啊，他睡觉那么小。这是物语的屏风。另外还有体验区可以玩，仿古的轿子。我不能跪，整盘坐。但他这里有愧疚。这很大哎，真的很大，你来出来耶。战国时期的火枪体验，蛮有重量感的。长火枪超级重的，拿不起来啊！这个怎么这么重啊？也有长短武士刀可以拿拿看。长刀前端拿起来感觉很重。
后面很轻。马很高哎。最后就是纪念品店啦。冈山城人形烧是黑色的，很有梗。柠檬与桃子的马卡龙，冈山白桃派看起来很好吃。然后还有各种吉贝团子，这里是卖吉贝团子最齐全的地方了，各家的都有，包装都很可爱，满满的桃太郎。冈山城小纪念品，这是起田，这个桃太郎剪影手帕我喜欢。这个不错。冈山城色纸组合，里面有各种图案，可以折出相对应的造型。这个很扯，那里很热哎。当然也有桃太郎组合。还有青鬼跟红鬼。结账，下好离手。接下来我们从冈山城旁边的小道走往后乐园，在护城河上看到桃太郎的桃子飘过来了。往后乐园时会经过这个铁桥，结构超美。后乐园是冈山第2代藩主池田刚正所建的大型庭园，是当时领主的休憩场所，占地面积非常大哟。发现这边的锦鲤都不怕人，有人一靠近就会聚集过来。原来是有转蛋机可以买鱼饲料，我们也来喂。多塞满满的哦，塞得超满的。OK， 很熟。来哟，输掉喽！越聚集越多鱼了，大家挤成一团了啦。后乐园是个很干净、很舒服的公园。大家有来冈山，
安排半天在这边闲晃也很不错。来到后乐园自己的入口处了，这边有纪念章可以收集，特别名胜冈山后乐园，还有日期章给你盖哟。下午要去桃太郎的故乡，我们坐公车回到冈山车站，其实也没有很远。坐10来分钟的车子就回到冈山车站了。到车站内找位置吃早市买的午餐。这是播州名产章鱼大判烧。这个要这样子。有一整颗蛋在里面。酱汁给超多的，本来以为会很咸，其实还好。吃起来感觉像包蛋的大阪烧与章鱼烧的综合体。我说它酱汁好多，都手软。不错。这个可以，很好吃。来吃吃炸鱼板。里面是木耳，吃起来脆脆的。就吃啊。这个是红吗？这个是葱与牛蒡口味。这个好吃，葱香中带点淡淡牛蒡味。这个非常划算，同样的价格，大根很多。但是喝红姜味道很重。是红姜章鱼口味。好吃啊！喜欢红姜的话是 OK。很多章鱼。红姜跟章鱼。鲍里斯哦。接下来是竹叶蒸饭。应该也是冈山这边的特色食物，第一次看到这个，卖相不错。鸭肉饭，鸭肉油饭，它是黏糊糊的饭。中午节吃粽子，粽子，真的很像哎。油饭，赶快来吃一口，给你一口闷。好不错吃啊！最后感想是饭稍微烂了一点，但鸭胸很好吃。吃饱饭搭车到桃太郎的故乡看看。到9号、10号月台搭桃太郎线，辨识度很高的橘红色车体。广播前的音乐是桃太郎的歌曲呢。在吉备津站下车。走路往吉备津神社约10分钟。
跟着路标走。走在吉贝金神社的松并木参道很舒服。今天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的好天气呢。这个观光地图是怎么了？那个不知道在哪里啊。神社前的阶梯这边有好多灯笼，晚上点灯应该超漂亮吧。这个吉贝金神社跟待会要去的另一个神社，都是供奉大将军吉贝金彦命的神社。冈山古称吉贝国，有位住在鬼之城的温罗作恶多端，后来朝廷派大将军吉贝金彦命前往讨伐。而吉贝金彦命也就是桃太郎故事的原型，这个吉贝金神社就是当时的交战处。传说吉贝金彦命将温罗斩杀后，将其首级封印在神社铁锅里面，而温罗至今都还在锅里不断哀嚎，所以神社到现在都还留有抚民审视的特别仪式。牌匾上的平贼安民跟这个故事相呼应呢。这个神社的正殿和礼拜堂是日本唯一采用称为吉贝金造的建筑风格，现在已被指定为国宝。这个从本殿延伸出来，长达360公尺的走廊也是值得一看的历史建筑。沿着上下起伏的斜坡搭建而成的廊道，走在其中空间感十足。这里有个很有名的紫阳花花园，我们今天来的花况不是很好，稀稀落落的几株开花而已，很可惜。另一个吉贝金彦神社离这里约2公里，可以回车站搭车到备前一宫站，也可以像我们一样走路散步过去。路上发现好东西，日本遗产桃太郎传说水沟盖，竟然飘起了小雨。到了吉贝金彦神社。这里是将吉贝金彦命的遗居改建而成的神社，所以算是桃太郎的故乡啦。在守水社洗手时，发现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了，就是这个桃太郎神签，我待会要去收一整组，真可爱。
这个一品一公据说是代表这里是社格最高的神社哟。马上就发现了。民间故事桃太郎省签每个香油钱500日元。桃太郎、雉鸡、猴子、狗狗、爷爷、奶奶跟鬼共7款。再来选一个白白嫩嫩的白桃神签。就这一颗啦。开始挑我喜欢的神签，全部来一个，大家一起来我家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共8个。4000。自己投香油钱，自己选神签。一大串，然后看，屁屁最漂亮的屁。先开屁桃，看看我的签运如何。看看是什么？第55是什么？哎，一样哎！我抽了2张都中级耶，一模一样哎，一模一样哎。真幸运！今天最重要的是达成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神社吧。从正门的参道离开，转个弯就到一宫车站了。桃子之里，桃太郎的故乡。今天跑了好多地方，超级充实。冈山是个很好玩的地方，大家趁游客还没有很多的时候，赶快安排来旅游一次哟。